最后讲一下数字9喜欢上别人的迹象哦。9觉得喜欢必须要有意义才行，喜欢就喜欢，讲意义会不会太夸张？看辉夜姬想让人告白，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，可以看看9纠结到什么程度哦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数字9的人怎么谈恋爱看感情。你是灵数9、主题9还是喜欢9呢？秘籍来咯。数字9给人亲切、有礼、气质不凡的感觉，很容易被长辈、有资源的人视为潜在绩优股，因此会给予特别待遇，希望9未来可以承担大任。为什么大家有这种想法呢？9有自己的步调、逻辑，行事也独树一格，很像看到细火慢炖的炖锅，会猜里面有什么好料一样。9这种不被掌握、游刃有余的调性，就会让人产生很多关于未来的想象空间。要是你被数字9吸引了，请要有心理准备，9是来写结案报告的，不是来帮你当开路先锋的。如果你忍不住过度期待了，你会失望落空的，不小心会变成9的结案报告档案之一哦。想靠近9的人要知道，9的中心思想非常坚定，9的亲切随和是自我要求的完美表现，和你以为随和应该好商量完全是两回事。如果你觉得可以改造它，符合你的期待，就搞错了。9会用各种方式缠斗，让你觉得身心疲惫。除非你很有钱，掌握资源，9会愿意配合演出，不然就要超有才华，很厉害，9会因为佩服而跟进。听起来好像很现实，那只是看表面的评论，9可不这么认为，能屈能伸才是大人物啊。来笔记，9很在意意义的。例如说，成功不容易，要努力尝试才有意义啊。如果你懂得欣赏9的意义，那就超级棒了哟。如果有天发现9大事小事都会和你说，和平常的形象不大一样，变得不拘小节，主动和你说一大堆道理，说这样做会更好，甚至是有点唠叨，对你的事越管越多，还会说反话刺激你，故意设局让你无法拒绝。在人前冷静超然的气质怎么消失了？你可能会怀疑哪个才是真正的9呢？两个都是啊，9要够在意你才看得到这一面哦，反差非常大，对吧？希望你不会被9吓跑哦。看辉夜姬想让人告白，男主角白银玉行是具体数字9代表，让我们一起从主角身上学聪明吧。数字9是灵感数3、6、9里面最大的数字，讲究的是精神和意义。这么超越平凡的坚持，9不小心就会承受众人很高的期待，有被绑手绑脚的不自由感，但是无妨。既然是被认同的证明，就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么高的自我认知，遇到1对1的恋爱时，会有飞机降落时全身都不对劲的紧张感。毕竟喜欢没有道理可言，9的意义就被挑战了。所以9要先纠结一番，思考这种感觉是喜欢吗？直到无力推翻，才会承认对方是命运之人。辉夜姬想让人告白，可以看看9纠结到什么程度哦。白银玉行生日9月9号，9加9等于18，1加8等于9。一个9是一种期待的话，3个9就是很多期待了。在历史悠久、充满名门望族的秀之院学员，能入学就已经不简单。白银只是普通人，靠着稳健勤奋、聪明好学，稳稳霸占全校第1名，还有许多证照，是受人敬仰的努力型天才。坚毅的态度、模范的行为，破格担任学生会长。承接挂在会长胸前，代表200年传承的金链子。200年的分量，想到就觉得超沉重的吧？但9会扛得很开心哦，这可是荣耀的传承啊。在白银身边的学生会副会长4宫辉夜，就觉得这么努力的白银很有魅力。
女主角四宫辉夜生日1月1号，1+1=2，是全国知名四宫集团的千金，五官细致漂亮，举止优雅，从容不迫，有很高的自我要求。她在音乐、传统艺术上拿奖无数，成绩是全校排名第2，只有白银超越她。行为表现也很优秀，于是担任学生会副会长。又只有担任会长的白银超越他，出身高贵，加上全方位的杰出表现，被昵称为辉夜姬，是如同公主般的存在，不自觉会流露出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。还记得很在意伙伴吗？规格这么高，要让辉夜看得上的人，是不是只剩白银了呢？全校最优秀的2人，每天在学生会相处，大家都在猜，如同偶像的2人是否在交往。辉夜姬的优秀完美，白银的坚毅勤奋，其实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谈恋爱会顺利吗？连开始都困难，2人的经验值当然是0咯。以白银来说，每天要花10小时用功念书，空闲要去打工，偶尔还会自己做便当，忙得不得了，哪有这种时间啊？对9来说，这么做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这么努力，常常睡眠不足，有黑眼圈，要集中精神时眼神有点凶，女生会害怕，但辉夜却觉得很帅气，又不愿意承认。在学生会，只有没神经的书记藤原千花可以开心自在的和这2人待在一起。就现实面来看，可以说白银和辉夜的身边已经没有存活的挑战者了。要是彼此没有好感，是很难每天相处的。这种天造地设的条件，为什么没有爱的火花呢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这种残念感又是怎么回事？只能说优秀过头的2人出现了自尊的盲点。白银和辉夜都认为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的话，如果你非要和我交往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啦。是不是有默契到让人傻眼了呢？就这样半年过去了，2人还是零进度。因为2人都在等对方主动告白啊，习惯用全面性的优秀让自己活得尊贵高尚。一直赢的人就会很怕输，恋爱也一样，担心先喜欢上对方的话，自己就输了。不喜欢输的感觉，让恋爱也变成了战争。既然告白的人等于输家，被告白的人等于赢家，只好积极策划，让对方向自己告白咯。不够聪明还玩不了这样的恋爱游戏呢。以条件来看，有钱、有闲、有优势，能随时主动发起攻击的人就是辉夜了。白银必须靠冷静机智来应付各种挑战。大家觉得谁会赢？怎样算是赢呢？明明是讲9的恋爱，怎么变成对战？有深刻体会到数字越大越难搞了吗？更好懂的说法是，辉夜超有钱又优秀，不管喜欢谁都会主动臣服于辉夜脚下吧。偏偏白银不是这样，就算喜欢辉夜也撑在那里等着辉夜来告白。毕竟白银是睡眠不足也要拼第1名的人，只有相同高度的人才会懂得欣赏他的努力。刚好懂的人是和白银一样硬的辉夜，所以恋爱变成意志力的角力，天才的头脑战。这2人怎么会搞成这样？真的就是这样，看辉夜姬想让人告白就知道了。最后讲一下数字9喜欢上别人的迹象哦。9觉得喜欢必须要有意义才行，喜欢就喜欢，讲意义会不会太夸张？这就是9还会绕来绕去的反复确认哦。当9主动和你聊很多人生理念、信仰、道理，甚至从子宫聊到外太空，就是一种确认，想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自己所有的想法，这会吓到人家的，所以9很容易领到好人卡。相反的，要是什么都能和你聊，而且聊什么都不奇怪，你就非常特别了。当9会觉得连精神世界也被你接纳了，你应该就是最懂意义的命运之人了吧？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